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飞行射击游戏《眼镜蛇指令》。这款游戏发售于1988年，到现在35年了。可能很多小伙伴当年在街机厅玩过。但是更多的玩家可能接触的是红白机的版本。红白机版也发售于1988年，这一点还是比较罕见的，因为当年的很多游戏都是先有的街机版，然后口碑不错，这样的话会在第2年移植到红白机的平台。很多游戏都会对移植版做大幅度的改动，比如说双截龙系列、魂斗罗系列等等。这里是第一关的第一个小 BOSS 是有血条的，它在屏幕的下方。像这种飞行射击游戏，我就不给大家加字幕了。字幕毕竟会对游戏的内容有所遮挡。动作类游戏还有 RPG 类游戏，字幕的影响不大，这样还是会继续加字幕的。游戏的长度一共是5个大关，每一关由3个小关组成。这样的话，几乎可以认为这款游戏一共是15关。刚才我捡到了一个比较特别的道具，这个道具是让你的飞机有蓄力射击的能力。但是蓄力射击在本作的应用场景实在是太少了呀，大家也看出来了。这个武装直升机一共有4种火力，分别由2个射击键进行控制。我在设置键位的时候，干脆就把这2个射击键绑定到1个，并且开了连发。这样玩的话非常省心啊。其实很多当年的街机平台的飞行射击游戏，如果有连发的话，那难度是会降低一些的。有的游戏还是比较体谅玩家的，你按住射击键不松手的话，它就自动连射了。但是那样的游戏比较少。也有的游戏是对连射的手速要求不高。这款游戏毕竟是出品的年代很早了，需要注意的就是尽量不要挂掉，因为一旦你的飞机被打爆了，不是接着来的，而是要往前退一段，这个就很坑啊。这个 BOSS 是一个潜艇，打 BOSS 的话多利用一下向下扔的导弹，威力比较高。无论如何，作为一个直升机，这个火力还是略显夸张了。游戏的剧情也是比较简单的，讲述的就是突然出现了一个神秘的组织，想要征服世界，人类就派出了主人公
驾驶着最先进的眼镜蛇直升机进行反抗。一句话就能把故事介绍完啊！这次反抗的行动代号就是眼镜蛇指令。红白机平台的版本也是同名的，但是剧情不一样。里边是补全了主人公的名字，叫做摩西。另外也没有什么神秘组织的事儿了。剧情上比街机版要复杂一些，具体介绍的话就等我录制红白机的版本再说。值得提一下的就是每次咱们过关之后会有一个长官和咱们进行联络，那个长官恐怕就是罗伯茨上校，也是红白机版本的反派。之所以这么说，是因为红白机版本里边的长官换人了。当然，这只是一种可能啊，毕竟游戏的年代非常久远，资料很少，可能官方都没这么想过。而且原来的公司都没了呀。这个 BOSS 还是要讲究一下打法的，最理想的就是等他扑了你2次之后，骑他脸上射呀，把你所有的炸弹快速的对他进行输出就可以了。本作 BOSS 都不是很抗打。这个游戏红白机的版本，我看有的翻译叫做眼镜蛇指挥官。但是从游戏的剧情上来讲，眼镜蛇指挥官是不准确的，因为整个行动的代号就是眼镜蛇指令。街机版的行动是为了消灭外星势力，红白机版的行动是为了消灭叛军。这个 BOSS 想快点打，还是要骑上去，但是如果想稳妥一点，就在它正面就可以了。它的攻击方式也非常简单，就是上下各扔4枚导弹。游戏整体的难度其实不高，但是有2方面需要注意。首先就是咱们没有血条，不像是雌虎战机或者是战区88那种。第二点就是这款游戏没有炸弹，这个很奇怪。咱们玩的绝大部分的飞行射击游戏，它都是有导弹、炸弹的，一般用 B 来表示。关键的时候扔出去，起到一个救命或者是输出的效果。但是很多的横版的飞行射击游戏往往没有炸弹。没有炸弹的飞行射击游戏我也玩过一些，大部分都是横版。而且之前我录制过很多街机平台的飞行射击游戏，看小伙伴的留言都反映说横版的飞行射击游戏感觉难度上要高一点。这个 BOSS 最简单了，站点就可以了，有安全位。而且
咱们的飞机的武器系统还是比较复杂的，它的弹道轨迹非常多，这样的话很容易就把 BOSS 的一些炮台覆盖进去，有些时候你都不知道它能打到。我还是更加信任向下的炸弹。正面的可以认为是两种武器。刚才这里躲一下岩浆，又是 BOSS 战了，同样可以占一个安全位。我好像是开着直升机打了一个吊灯啊，把吊灯拆了就过关了。向上的这个导弹好像是最弱的，其他的方向至少是2发，但是向上的只有1发，而且它射击的这个角度比较平。不知道大家看着眼不眼熟啊？我是想起了另外一款游戏，就是《宇宙巡航机》。那里面向上的导弹就是非常弱，向下扔的它还可以沿着地面往前爬行一会儿，但是向上的就没有那个效果。沙罗曼蛇的时候就改了吧？我记得沙罗曼蛇系列上下都是可以向前爬的那种导弹。这个 BOSS 可以看成是第一关第一个小 BOSS 的加强版。我们已经来到第4关了。第4关整体给我的感觉就是有一点 BOSS rush 的意思。咱们打的 BOSS 都是之前出现过的。地面出现了喷火的装置，你能够看出来，虽然游戏出品的年代比较早，但是制作的还算用心。游戏的很多背景是能撞上的，咱们的飞机撞一下就没了。尤其是有些关卡的第3个部分，是进入了地道或者基地。这个 BOSS 唯一小心的就是他发射的那颗绿色的子弹，因为只有它是指向性的。好在弹速不快。本关就开始出现了一些外星的生物。这里前方有一个难点，如果没有连发的话，或者手速不快，这个地方就不好过。咱们首先要向前贴一下，然后再往后移动，保证咱们有一个输出的纵深，不然的话，对面一批敌人扑过来，咱们的火力是打不过来的。至于 BOSS 就没什么了，这个 BOSS 简直了，站对位置一套就带走。第5关也就是游戏的最后一关了。同样是3个小的章节组成，其中第3关比较特殊。街机版的游戏方式还是比较简单的，就是纯粹的飞行射击。
但是红白机版本可能很多小伙伴还记得，要救人质，而且飞机往前飞，带卷轴的时候，它可能会有一个起步，你的飞机移动速度会受到影响。而且不只可以往前飞，也可以倒着飞。倒着飞的这个设定在本作里边也有体现，不过不是现在。这个 BOSS 可能很多小伙伴还记得，之前刚打过。一会儿打完了前面的2个章节，进入到第3个小章节的时候，咱们的操作方式会发生变化，飞机就可以掉头了。但是卷轴的移动还是强制的，它可能会往左、往右，或者往上、往下。其实这和红白机平台的那个卷轴模式还是不一样。第3个章节整体就是一场 BOSS 战。其实这个改动我感觉不太好。整个游戏一共15个章节，前面14个都是一个模式，操作是一个样子。到第15个你给改了，可能会造成玩家的不适应。这个飞机让我想起了沙罗曼蛇系列的核心战机。这个地方又是 BOSS 战。地面这个飞行器，咱们在它驾驶舱的左前方就可以。它的攻击有死角啊。像这种设置只有不大可能出现在90年代的飞行射击游戏当中，太明显了。这里就是敌方的战舰。这个游戏模式我能够想起来的，其中一个就是红白机平台的空中魂斗罗。第3关的时候，咱们打一个非常大型的战舰，比这个要大得多呀。我记得4、5年前我还发过那个战舰的缩略图。还有一款游戏有类似的设置，就是《雌虎战机》。最后一关打一个航天飞机，你先要打之前的火箭。刚才屏幕往右这一下，咱们已经见识到了这个战舰整体的大小。大概3个屏幕左右吧，不是特别大。它的弱点是在尾部，那个弱点的设置啊，很容易让人想起某个部位啊，而且它那个弱点也是有门的，安全门，你可以认为是括约肌啊。难点要来了，但其实打这个 BOSS 也可以占点，它的死角更加明显，一般小伙伴都能想到。好，就是这个位置。但是一会儿卷轴会移动，所以咱们要调整一下咱们的站位啊。而且这个 BOSS 没有血条，你不大好判断它残余的血量。如果你不能一口气把它打爆的话，一会儿屏幕进行移动了，那会变得比较麻烦。好的，打完，这样的话就通关了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飞行射击游戏，
眼镜蛇指令，俗称眼镜蛇指挥官，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